70岁之后，有些体检项目可能弊大于利，这是许多老年人从未从医生那里听闻的真相。每年数百万长者为了守护健康而进行各种体检，但某些医生口中所谓的常规检查，实际上可能将你推向手术台、中风，甚至是癌症的边缘。最新的研究令人震惊地揭示，高达37%的老年人医疗检测会导致不必要的治疗、并发症或终身副作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9%的70岁以上人群对此毫不知情，正默默承受着过度检测带来的潜在风险。其中一项位列榜首的检查竟然导致了全美5%的癌症病例，其致病比例与每日饮酒相当。诊所的宣传单不会告诉你这些，广告牌上也难觅真相，但科学证据已然揭示了一切。今天我们将彻底揭开这些隐秘的信息。本视频将聚焦70岁后应尽量避免的5项体检，并深入剖析它们可能对身体造成的潜在危害。所有结论均有严谨的科学依据支撑，而排名第2的项目更是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在深入探讨之前，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所在地、年龄以及是否曾对某项检查或手术感到后悔。你是否也认为老年人接受了过多的医疗检测？我们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并尽力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别忘了点赞本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相关的健康资讯。现在让我们直入正题，首先探讨第一项看似无害，实则可能悄无声息地降低你生活质量的检测。第5项，骨密度扫描。这项检查听起来非常安全，通过快速、无痛、无需注射的方式，告知你骨骼是否存在骨折的风险。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骨密度扫描往往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忧，而非实际的益处。骨密度扫描正式名称为 DEXA 扫描，用于评估骨骼的强度，其主要目的是诊断骨质疏松症。但在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中，检测结果几乎总是显示骨密度有所下降，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的骨折风险。这是因为骨质流失是衰老的自然过程，如同皱纹和白发一样，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理现象。然而，许多老年人因此被建议服用双羟酸盐类药物。这类药物声称可以增强骨骼强度，但却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例如罕见的颌骨坏死、下颌骨组织开始坏死以及食道刺激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对于70岁以上人群的轻度骨质流失，药物治疗对降低实际骨折率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老年医学学会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跟踪了1200多名70岁以上的女性，结果发现5年后，双羟酸盐仅降低了0.3%的骨折风险。这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远不能称之为救命稻草。相反，这些女性更有可能遭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包括消化问题、食管炎症，甚至因骨质变得脆弱而导致的非典型骨折。让我分享一下罗斯的故事。这位76岁的退休钢琴教师在一次年度体检后被推荐进行了 DEXA 扫描。他从未跌倒过，没有任何疼痛感，并且每天坚持步行。扫描结果显示他患有骨质减少症，即骨密度轻微下降，但尚未达到骨质疏松症的程度。医生立即给他开了双羟酸盐类药物。仅3个月后，
他出现了严重的胃食管反流和颌骨疼痛，以至于无法弹奏钢琴。当我们接诊他时，他已经数周无法演奏心爱的乐器。我们立即停用了药物，并为他制定了维生素 D 补充方案，结合阻力带等负重训练，并通过富含钙质的食物如沙丁鱼和绿叶蔬菜调整了他的饮食。1年后，他不仅恢复了钢琴演奏，腿部力量也得到了增强，平衡能力也显著提高，并且没有发生任何骨折。一次看似简单的骨密度扫描，对于70岁以上且没有跌倒或骨折风险的患者来说，生活方式的干预往往是更优的选择。国际骨质疏松杂志2022年的一项研究证实，力量训练、平衡练习、合理的营养以及维生素 D 的补充可以将骨折风险降低超过20%。因此，不要让屏幕上的数字吓到你，接受可能并不需要的治疗。然而，有一种扫描可能会导致更为可怕的后果——脑部手术。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个第4项针对记忆力减退的脑部 MRI。当老年人开始感到健忘或困惑时，他们本能的会感到恐惧，害怕罹患痴呆症，恐惧阿尔茨海默病。因此，医生经常会建议进行脑部 MRI 检查。但令人不安的真相是，这种能够清晰显示脑部结构的精密扫描极少能提供患者所期望的答案。事实上，70岁以上人群的大多数 MRI 检查结果仅显示与年龄相关的正常变化，例如轻微的脑萎缩或白质斑点。关键在于，一旦出现这些斑点，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恐惧反应，导致进一步的检查甚至手术。然而，手术未必能改善记忆力，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今日神经学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3000多份70至85岁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 MRI 扫描报告，结果显示86%的病例存在某种形式的脑部异常，但其中仅有3%与实际可治疗的疾病相关。这意味着97%的人在被告知存在问题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碍，却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近12%的患者由于模糊的扫描结果，接受了腰椎穿刺甚至探索性活检等侵入性治疗。以74岁的退休工程师乔治为例，他因记忆力衰退前来就诊。他思维敏捷，但常常找不到钥匙，偶尔会忘记人名。医生为他安排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白质出现了一些改变。他因此非常恐慌，认为自己得了痴呆症，不再开车，也不再去教堂，焦虑感日益加剧。然而，当我们使用标准的认知测试重新评估他的情况时，他的得分完全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向他解释说，核磁共振的结果是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正常生理特征，并引导他专注于生活方式的干预措施，如改善睡眠、补充水分和进行脑力训练。短短3个月内，他的记忆力就稳定下来，他重新找回了自信和生活的乐趣。事实上，除非出现癫痫发作、突发性人格改变或功能快速衰退等严重的神经症状，否则核磁共振对于轻度的记忆减退通常意义不大。更合理的首选是认知筛查测试，这是一项简单的纸质考试，可以评估记忆力、注意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成本低廉，效果显著，并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恐慌。现在，请做好
心理准备，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检测，你很可能已经做过多次。它位列第3，自有其道理。第3项，心脏负荷试验，这是针对那些抱怨轻度疲劳、胸闷或感觉身体状态不如从前的老年人最常进行的检查之一。心脏负荷试验通过监测在跑步机上运动或通过药物模拟运动状态下的心脏活动，旨在发现动脉是否存在堵塞。然而，对于7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这项检查往往弊大于利，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明显心脏病症状的人，因为它很可能引发虚假的警报，导致患者进行风险极高的不必要心脏手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准确性。研究表明，在7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心脏负荷试验的假阳性率，即检测结果显示存在问题但实际并没有异常的情况，高达 40%。 这会导致患者需要接受血管造影等后续检查，甚至接受不必要的心脏支架植入或搭桥手术。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血管病学》2017年刊载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超过一半因压力测试结果异常而被转诊并接受支架置入术的患者，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也未能从手术中获益。这些患者在手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没有得到改善，但他们却面临着更高的出血风险、造影剂引起的肾损伤以及住院时间延长等问题。75岁的退休邮递员雷蒙德就遭遇了这种情况。他一直通过每日散步保持活力。在一次体检时，他提到爬坡时偶尔会感到疲劳，医生出于谨慎为他安排了运动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不明确，于是他被转诊进行了导管检查，一种通过将导管插入动脉来检测堵塞情况的检查。结果发现了一处轻微的狭窄，医生随后为他植入了支架。然而当晚雷蒙德对造影剂产生了不良反应，出现了肾脏问题。他在医院住了6天，后续的护理持续了数周。他的疲劳症状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因为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心脏。这位老人真正需要的仅仅是更好的补水措施以及餐间的充分休息。如果你年过70，并且没有出现典型的心脏病症状，例如活动时胸痛、劳力性呼吸困难或轻微运动后精力显著下降，那么压力测试可能弊大于利。更优的选择往往是静息心电图检查。这种检查可以在你静止的状态下观察你的心率，甚至是冠状动脉钙化扫描，一种低辐射的成像检测，可以显示是否有危险的斑块正在血管中堆积。这些检查更安全、更简单，并且极少会导致你接受不必要的介入手术。第2项，结肠镜检查。你或许没有想到，这项通过长长的带摄像头的软管探查结肠内部的检查，在70岁之后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75岁以后，除非存在特定的症状，否则几乎不建议进行。其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攀升。术前的准备过程相当令人不适，需要服用强效的泻药，这可能导致脱水、头晕，甚至肾脏问题。检查过程中使用的镇静剂也可能对老年人的脑功能构成额外的风险。更令人惊讶的是，检查本身可能引发并发症，例如出血、肠道撕裂，甚至在镇静期间出现心律紊乱。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医学》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30多万名70岁及以上的联邦医疗保险患者。研究发现，每进行1000例75岁以上
患者的结肠镜检查仅仅挽救了2条生命，却导致超过20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这意味着其风险与收益之比高达11。即使发现了息肉，多数也体积微小且生长缓慢。对于老年患者而言，切除这些息肉有时反而比保留它们更具危害性。达娜是一位73岁的祖母，她和女儿一起经营着一家小型面包店。她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出血，没有大便习惯的改变，也没有结肠癌的家族史。但她的新主治医生，一位刚完成住院医师培训的年轻医生，极力建议她进行筛查性结肠镜检查。她同意了。检查过程中，医生切除了一个非常小的息肉，随后他就回家休息了。当晚，他突然出现剧烈的腹痛并昏厥，送往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肠道穿孔。他经历了9天的恢复期，体重骤减10磅。此后健康状况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们复核他的病历后发现，他此前已经接受过2次结肠镜检查，结果均无异常，根本没有必要重复进行这项检查。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目前建议，大多数人在年满75岁后应停止常规的结肠癌筛查。对于那些健康状况极佳的老年人，粪便检测如 FIT 检测这种非侵入性的粪便检测可以在家中完成，往往是更安全的选择。该检测无需肠道准备，无需镇静，但仍然能够发现多数高风险的病例。请咨询你的医生，了解是否有更合适的替代方案，因为一旦你进入了结肠镜检查的流程，就很难再脱身了。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最被滥用、最危险、对老年人危害最大的体检项目，而你几乎肯定做过。第一名，年度全身 CT 扫描。这种全身 CT 扫描经常作为高管健康套餐或私立诊所的预防性服务被大力推销，声称能够早期发现癌症。但真相令人震惊，这些扫描会使你的身体暴露在高剂量的电离辐射之下。对于老年人，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这会极大地增加引发不必要的后续检查、活检甚至手术的风险。而讽刺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对无症状的人进行全身 CT 扫描能够挽救生命。每次扫描会释放10到20毫西弗的辐射量，这相当于大约500次胸部 X 光检查。根据2023年发表在《JAMA 内科学》上的一项建模研究，全美 CT 扫描量的激增可能导致高达5%的癌症病例，其致癌风险已经与饮酒相当。这意味着每20例癌症中就有1例可能源于本应是预防疾病的检查。这不仅适得其反，更令人毛骨悚然。这类扫描经常会检测出无害的结节、钙化灶或囊肿，这些不过是衰老的自然产物。但一旦被发现，警报就会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扫描、活检以及无尽的恐慌。让我来讲讲马库斯的故事。这位80岁的老人一直积极地为年轻的长者教授武术，身体状况非常好。他在一家私立诊所参加了一项老年精英体检，其中的一项全身扫描发现了一个仅3毫米的小结节，这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他被转诊至肿瘤科，接受了 PET 扫描，最终进行了珍稀活检，结果显示是良性，但活检导致他部分肺部塌陷，不得不住院治疗，并经历了2个月的恢复期。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本可以置之不理的小病灶。
专家现在一致认为，全身 CT 扫描绝不应该用于无症状成人的常规筛查。美国放射学院的立场非常明确，全身 CT 扫描既没有确凿的益处，又存在显著的潜在危害。只有当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割血或可以触摸到的肿块等症状时，有针对性的影像学检查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无针对性的全身扫描就像是用地雷探测器去寻宝，你或许能发现一些异常情况，但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超你试图规避的风险。更安全、更明智的做法是倾听你身体的信号。如果你感觉良好，只需定期接受家庭医生的常规检查，并且仅在有明确的医学指征时才进行额外的检测。你的时间、精力和健康都非常宝贵，不应该浪费在有恐惧驱动的筛查上。这些筛查最终可能让你比没有检查时更糟。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有5种看似有益，实则可能有害的体检。尤其是当你年过70之后，现代医学非常强大，但并非完美无缺。有时候少即是多，永远要问自己下一步会怎样。如果一项检测发现了异常，结果不明确，或者其风险高于潜在的收益时，或许应该暂停下来。记住，真正的预防始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并明智地选择你的体检项目。现在，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或你所爱的人是否曾因不必要的医疗检测或治疗而遭遇过并发症？具体的经历是怎样的？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和故事。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声音。感谢收看。